为什么说他败家呀？他是一个超级不靠谱的男人。以前我们是白手起家，挣了很多钱，经过我们自己的打拼，非常不容易。他一意孤行，把钱全败光了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欠了多少债啊？现在是大概不到20万。那你们白手起家挣了多少钱啊？70万吧。那就是一进一出就小100万没了，是吧？对。这大概跨越了多长时间呢？2、3年左右吧。那这个钱是被他拿出去赌掉了呢，还是生意没有做好呢？是完全是因为生意。第一次是赔，是因为10年的时候投控房地产，那时候他就不让我做，我觉得你压根儿不做的话，你之前投进去那么多钱，你都不好要。我的想法就是再做着，做的小一点，把之前的钱呢都要回来。他资金链断了以后，他就找人合伙。我说现在是行情不行了，工地不能做，合伙人不靠谱，他根本不听我的，继续往里投。哦，等于做的是房地产配套的一些东西，是吧？水电暖安装。有了合伙人之后，生意没好是吗？被骗了算是，因为当时要生孩子，我说我也跟你回去。我当时是不是不让你跟我回去，让你在工地上要钱呢？啊，是不是应我那句话了？钱让人家拿走了20多万，你捞着1分钱了吗？那我又不知道他能骗我，我要知道他能骗我，我能跟他合伙吗？啊，小偷，脑门上写个我是小偷，那你还能跟他在一起吗？是不是你就相信别人我的话，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啊？行，姑娘你别着急啊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说，你们2个人一起回家，然后你的合伙人把你的钱给卷跑了。对，当时我就给合伙人打电话，我说这年前这钱能不能回来了？这20多万。他说要不了了，他说等到过完年才给人家说，结果过完年我回去的时候，人家说年前已经把钱拿走了，结果电话也无法打不通了，都已经。他还有超级不靠谱的事呢，让大家听听，有这么当爹的吗？我好不容易攒了20多万，准备生孩子，等到我要生产的时候，我去银行取钱，把银行卡密码一输，当时我都蒙圈了，你知道吧？20多万呢，就剩几十块钱了，我立马给他打电话。我问他钱呢，他告诉我投资食品了。我不想最后一搏吗？是这样的，主任，当时是在山东这边啊，我看人家代理一个速冻食品挺好，也挺赚钱，1年赚几10万，挺轻松。我就拿这个钱呢，我去做这个了，然后就做了一个总代理。你有没有想过我呀？你知道那是什么钱吗？唯一生孩子钱，因为我俩那时候钱已经赔光了，这是我唯一攒的钱。结果他把这个钱他偷摸拿走了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那这个生意怎么样啊？赔了。把工人工资最后发完，把冷库都拆了卖了之后，基本没拿着钱。你说说，你挣钱什么时候都能挣，孩子在我肚子里，他能等吗？要不是我妈给我打过来5000块钱，我是不是得大马路上生孩子呀？那我就感谢，我又孝顺我老丈母娘不就行了吗？你愿意孝顺哪个老丈母娘，孝顺哪个老丈母娘去。那你们俩到底结婚没结婚啊？没领证，只不过就是办喜酒了。钱别提办喜酒了，主持人。啊，好嘛，你这儿都是雷区啊。办喜酒，明明我俩商量好的，找一个中高档的饭店，也不贵，800块钱一桌，还有面的，环境又好。结果呢？我办的挺好啊，然后我家小区楼下一个饭店，一个驴肉馆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请亲戚朋友来就是吃一顿，这就驴肉火烧。不是，就是一个驴肉馆。主任，你听他跟我说啥？我给你包的场。我的天哪，你好意思说吗？你包的场？我过去一看啊，小饭馆撑死能容纳10多桌。没有厅，没有歌曲，没有礼仪，婚结了。以后有钱咱再来，啊，没事。以后有钱再来，他根本都没考虑过我呀。我亲戚朋友大老远从东北过来，坐了1天1夜火车，你可要知道啊。过来了一看，800块钱，说嘴成300块钱一桌了。不管多少钱，我总觉得来了热热闹闹的，跟东北的习惯一样，是吧？有热闹吗？吃的热闹吗？还行，都挤在一块儿嘛，所以啊不挺好。行，差点没挤死。哎。我亲戚朋友过来了，哎，小苗过来给我看一下你的结婚照吧。啊，我都没脸跟人家说呀。为什么呀？他一张照片都没跟我照。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结婚我照张照片怎么了？你就不能给我照一套吗？没说不给你照啊。哎，你是怎么说的啊？以后有钱了，挣大钱了，上欧洲照，上外国照。哥哥，你啥时候有钱呢？2个人只要有感情，别的都不是那么重要。咱家条件眼下不是不好吗？对。啊，你不好，你知道我要的是啥吗？我只是要结婚幸福的那一瞬间，知道吗？我要的是当时，哪怕你简单的花的钱少是吧？咱没钱，200块钱、300块钱照一套，是不是那回事啊？你给我了吗？那你就连一张生活照都没给我，好吗？那你当时要这么跟我明说了，我拿咱家照相机给你照几张不就得了？越说越不像话了你。主持人，你说说他干的那些事儿，他叫什么事儿啊？坐月子的时候，我娘家大老远从东北过来，给我带了一大堆补品。等我想吃的时候，我那补品呢？我不就把补品给你拿回去换一些钱，我买猪蹄儿了吗？我觉得猪蹄儿比较适合吗？
他下奶，对不对？你吃那些什么鹿茸啊，什么阿胶啊，那好吗？你怎么知道它不适合我呀？你怎么知道猪蹄儿适合我呀？猪蹄下奶呀，对不对？我同学告诉我的，下奶，咱家生孩子了，是不是孩子得吃奶呀？关键是奶下来行啊，孩子不是照样吃奶粉吗？你说这能怨猪蹄吗？你说我同学啊，我同学告诉我的，人家媳妇吃了1个猪蹄是吧？那奶都孩子吃不完。你说你都吃的有一锅，结果你没奶。哎，你们俩当时是怎么好上的呀？我们俩是同事。我做的销售，他是公司会计。当时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？当时他可温柔体贴了啊，没事给我做饭、洗洗衣服，偶尔送送花。慢慢时间长了，我自己一个人挺孤单的。就这。后来被人举报了，我俩就被谁举报了呀？同事啊，就说因为不让谈恋爱嘛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公司就想把我调走。我那天我记得去德州开会，然后在路上快到公司的时候，他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哭着打的。他说现在公司知道咱们的事儿了，然后是要把我调到安徽，所以我们回去之后一商量就不做了，就是自己出来打拼。哦，你们俩就为爱辞职了。对，然后就创业是吧？对。创业难吗？相当难。当时是他从他家拿了15万，我攒了8、9万，然后我俩就包点在外边包点工程，包第一个活40万，赔了1万块钱，43万赔了1万。然而那个老板觉得我还行吧，其实是没有经验才赔的。后来又给了我10来栋，挣了55万。后来就这样1年多，挣了有除下花的钱落了70多万吧。哦，那还干得不错呀，厉害呀，这俩人。后来呢？对。还有更厉害的呢。啊。这不我坐月子就回他家了吗？他人这样吧，他妈还那样。我也不是说你妈不好啊。他妈就是太惯着他了，就是他妈就是那种宁可他妈干活，他都让他儿子在那块待着的那种。就有一次我看见他在那块挂窗帘哈，70多岁的老太太，你可要知道啊，我能让她上去挂吗？蹬个凳子，那时候我月份也大了，我也不能挂。我说等小伟回来再挂吧。你听他妈怎么的，立马给我翻了，跟我黑了3、4天脸，至于吗？你妈呀！你说就这种小事啊，主任，你没有必要。一老人他有时候说几句话可能就是说多了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对，婆媳之间无小事啊，没必要这样啊。就我，他儿媳妇生孩子，就给我炖只鸡都能给你留出俩鸡腿来。你说你让我咋想？我不让你吃啊，我是不让你怎么的？我是没让你串暖，没让你吃好啊。不是他那2条腿他吃了吗？吃了。你给媳妇儿留着呀。不是我当时不知道，到外边待1天了，回去了，我妈给我端那儿，我说没问，我就吃了，回家就这种习惯，我也不知道，事后他跟我说的。就这还不至于最让我伤心呢。就他有一次我生病刷碗啊，你说我生病高烧那么难受，我就让他帮我刷次碗。他那手刚沾到碗上，他妈就过来了，对我破口大骂，说我没家教，不知道心疼他，说我给娘家人丢人。我怎么给娘家人丢人了？关键是他在后边一句话都不吭。怎么的？我还能跟我妈干仗去，打他一顿呢，还是骂他？那你知道我有多委屈啊？你为什么不替我解释一句呢？你这个男人，反正我感觉你们现在就是内忧外患啊。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我以前非常爱他，可以说他什么都没给我，但是我仍然给他生了孩子，因为那时候我能看到希望啊。但是自从他回家以后，一点斗志都没了，我从他身上看不到希望了。如果我要是自己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就转身了。但是我俩现在有孩子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说实话，自从他走了以后吧，感觉家里边冷冷清清的。他去哪儿了呀？回娘家了。忍无可忍了。受不了了。是因为那次我在家里请我工地上的人，那下边带班的吃饭，大家都来敬酒，然后他也在。我为了表示一下给下边有点敬意，有点诚意，我就让他回敬1杯酒。就因为这事儿闹翻了，彻底。那是敬1杯酒的事吗？我那时候正在哺乳期，你知道酒对一个孩子的大脑影响有多大？你为了要面子嘛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你为了要面子，你就可以拿我的身体跟孩子健康开玩笑，是不是？孩子到时候傻了怨谁？傻不了，到时候当时就1杯酒嘛。他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兄弟。由于他傻不了，是因为我当时我没喝酒。行吧，你来这干嘛？这一段他走了之后吧，在家里边确实反思了一下，我就是想挽回他。应该怎么办？4位老师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说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总之就一句话，没有钱我不怕，但是没有他不行。我就是想让他回来。我也觉得你也就一句话。
真的，你做的事儿吧，挺出乎我想象的。我觉得婆媳之间这个有矛盾，应该儿子做调节，主要是儿子的问题。你两边做工作嘛，两边调节，这是一个智慧的男人、聪明男人所能做到的。所以你这一点上你还得学习。因为从小我没在我妈身边，因为我一回到家吧，我不愿意顶撞她去。我不是让你顶撞你妈，在你妈面前你说你的女朋友怎么给她道歉了，到你女朋友面前说，哎呀，我妈刚才也认错了，说她觉得她那样做不合适，这叫美丽的谎言，善意的谎言，你两边全糊弄好了。不是说让你直了咣当拽着媳妇儿去跟你妈顶撞，不是，曲线救国。另外，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，又有孩子了，你爱人没有责怪你把那个钱，做生意做赔了，他生气的是你没跟他商量，你没有把他当回事儿。最后那20多万确实是我偷拿的。对呀，你太不应该了，所以你要真诚的道歉，然后求得人家的谅解。我是很希望你们重新和好。你不是大男子主义，你是欺负人呢。对，什么事情也不跟女方沟通。竟然敢偷偷的去拿出生小孩准备的救急钱投资去。如果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只送给你4个字儿：听老婆话。你想想看，从公司辞职创业的时候挣了70万，怎么挣的？我看你的资料上有写啊，你们俩那会儿住在一个简陋的一个出租房里面，对，当时可以说是夏天热是冬天冷，对，就这么你们俩携手在一起挣到了70万。这60、70万里头有没有他的功劳？有。好，我们再去想你怎么是一步一步把这钱给丢了。女方已经预感到说政策变对咱们的业务不好了，你不听。还有就是你偷偷的瞒着他不知道，然后去把他的钱给取出来去投资，又没了。请问你在事业上有你自己认为的那种能力吗？主要是原来那几十万赚的可能太容易点，就是自己有点飘。千万不要忘了。当时赚到的容易是因为有谁在，你凭什么飘？你所有的这些事业上的失败，你都记住了，有谁不在？这个女人真是帮到你非常非常多，是对于你这个人，甭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说，放下你的姿态，用你当时追她那种心态，现在去挽回这段你们俩之间的爱情。如果你用行动证明了你的决心、你的领悟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跟他领证的。如果他证明不出来，不好意思，他自己生活比跟你在一起会幸福得多。我这辈子最钦佩的人，就是有真本事的人。我最讨厌的人，就是没有本事还瞎嘚瑟。托尔斯泰说，在平庸和矫情之间，只有一条窄路，那是唯一正确的路，那就是踏实。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，因为它原本就是平庸，却非要矫情。无知不可怕，怕的是本来就无知，还以为自己无所不知。有缺点也不怕，怕就怕做了一点事儿就要耀武扬威，昭告天下。煮了个猪蹄儿怎么了？做了一点事儿怎么了？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话已至此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男生是脸上还看到了些许的沉静，他想改，但是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。我时刻跟女方说，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苛责，好好的调教他，但不要把这个账算到妈妈的头上。虽然我们一天到晚说慈母多败儿，但慈母依然是泛滥不堪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在慈母之外、婆婆之外，好好的调教你的老公。这家伙只要不冲动、静下来，我认为他是可以改进的。我对他充满信心。好吧，祝福你。谢谢老师。说起来容易，真的这么大的过节要过去，又很难。不过所幸还好，你们曾经有过一段风雨同舟的日子，那段日子应该是你们现在生活里面一大笔财富。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来说，现在的困难，可能应该是未来还要大的财富。老师们都说了，考虑一下，给个机会。你也好好想一想，一旦他真的给你机会，你要怎么去做？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
其实你走了以后，我也静下来想了很多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？就是因为我固执，造就了今天这种后果。我也承认是我一手毁了这个家，但是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你看我慢慢的改，我不能说明天立马改掉，但是我坚持改，慢慢的改。你能发自内心的改吗？能，一定能。没有钱我不怕，可以赚回来，但是没有你真的很怕。但是原来的你让我也看不到一点希望。回家以后你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会的。求个情，我在舞台上还没做过这种事儿，我觉得这男生真的可以改，原谅他。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儿。谢谢老师。从来没求情的人今天求情了啊！记着这份情吧，两个人交换箱子了，来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啊！其实我相信，如果这个密码箱没有大的变化，结果应该已经有了。一起来数5个数啊！就在微博上，经常有些女人问：这样的错误我该原谅吗？其实我认为，视乎于一个问题该不该原谅，要看他犯的是什么错。我认为大概是因为不成熟、不懂事儿而造成的事情是应该原谅。它不像那种似是而非的恶，或者是不忠。因为成熟过程当中会改变的一件事，这种错误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来吧，期待那个结果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来看看，男生写了什么了？哦，男生的这个还确实是挺动人的。其实我家人一直想让你再生个儿子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和家人争执了很久，并最终说服他们，我以后尊重